他是我就是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见过情绪最稳定的人。反正第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情感非常非常细腻的人。哇，这个现在就是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你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一个人。应该算是我的全部吧 ，Skylar。对，可以没有工作，然后可以没有房子，然后就是这些其实都可以没有，包括游戏，在我生命中也其实很重要，都可以没有，但是 Skylar 是不能没有。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我正在申请就是研究生，然后看了皇家艺术学院，也很想去，然后在网上了解的时候就了解到有安德森的这个课程，然后他们跟他们老师那边也联系了一下，说他们本届的学生在办一个 B 展，然后有一天就是 Skylar 来参加我们做设计嘛，会有那种展，然后 Skylar 就在参加我的展。然后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安德斯他们这一届在办 B 展，然后展的时候就认识了，因为是中国人嘛，也想跟他套近乎，了解一下就是学校怎么样，课程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加了微信。我加了微信，然后回去之后，我觉得这个女生挺有意思的，因为她当时黄毛，就是她头发全都染了，然后我是那种比较就是正经，特别就是看起来很正经的人，然后感觉挺有意思的这个女生，我回去就跟她微信聊聊天，然后就成为了网友，然后我们两个之后聊了一段时间，可能几周吧，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后来感觉他这个人性格特别好，然后我们很多就是脑洞啊，还有一些想法，就总是能就是很来电，很匹配。毕竟他是一个网名能叫天天吃火锅的人，然后认识了之后，就是通过聊天觉得不错，然后才约出来，就是线下又见面，然后慢慢的才就是谈成了男女朋友，是这样。就是很干净，然后就是当时我见他第一面，觉得他有一点点拘谨，就是有一点刻板，就是觉得他不是那种很松弛的人，但是非常干净，然后就是还蛮干练的，所以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他可以营造的啊，但是就觉得印象蛮好的。我觉得这个人很多彩，就他外貌可能本身就是有很多颜色，包括他穿的衣服，他的搭配。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很阳光，然后给我感觉就是有很多色彩，像彩虹一样，然后也很积极，很开心，一看就是那种就是没有经受过什么太大挫折，然后每天他的生活都很正面、很积极的那种人，也总是能给我带来一种特别开心的能量。哇，这个还真的是挺多的，这个有点难选，但是我觉得，快乐里面比较深刻的吧，就觉得就是当时我们一块儿去土耳其，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那趟旅程是他就是默默定的一个相当于是求婚的旅行，但是他提前瞒得很好，然后我就不知道。哇，太多了。印象最深刻的，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求婚吧。我不知道 Skylar 是不是也说了同一个，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求婚。然后当时 Skylar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是我自己偷偷准备了。然后求婚的戒指我也买好了，然后我是专门就是因为毕竟都是学设计的，我们想找一个独特一点的。然后专门找了一个 studio 定做了这个设计，然后藏好了。当时我是包在我的袜子里，然后当时我就想着找一天早上那个热气球，然后热气球出来的时候，日出的时候，然后就找一个那种山顶，然后能看到整个热气球的画面，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第一天我定了，结果那天就是
那个土耳其天气局说那个风力太大了，那个热气球飞不了，然后所以没有办法看到那种热气球的景象。然后那我就想那就算了吧，再等一天，我们在那儿准备待3天嘛，然后还有2天的机会，然后结果第2天也不行，然后到最后一天我们要临走前呢，在前一天晚上，然后那边就是有一个旅游的那个人就跟我说啊，明天肯定能飞，就是天气预报说可以，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哎，如果错过这次，那这个就是求婚的计划就泡汤了，然后那特别开心，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然后我就把东西都准备好，所有那个盒子呀那些都偷偷弄好，然后第2天早上我就跟 Skyler 一起去，然后他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后当天也没有抱特别大希望说一定能看到，因为前面都被取消了。然后就2个人坐着一个敞篷的老爷车，然后那个小哥把音乐放得特别大，就全都是那种有点中东风的，但是很热情的那种音乐，然后就一路蹦到那儿，然后天也特别冷，我们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然后它早上就比较凉，然后我们2个人就裹了一个我的那个小围巾，在后排瑟瑟发抖。然后去到那边之后，我们就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咖啡，就小哥给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看那个日出，还有就是热气球会从那个山谷里升起来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那儿静静的等。那天早上就是真的很激动，因为太美了，然后2个人也很享受那个当下，然后在那儿就拍照片呀，然后那个小哥就给我们摆各种机位，特别热情。然后我就说那边那个风景特别好，让他先过去看看。然后我就偷偷把东西拿出来，然后走过去。他在后面就悄悄开始掏兜，然后就求婚了嘛。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我还就是有点预料到，但是你又没有完全预料到他会在那个时候去求，就是那样子的感觉。我当时还是挺感动的。我还记得 Skyler 第一句还说了一句我操，然后特别逗。然后当时就感觉后面的整个背景都特别完美，然后气氛也特别好，然后 Skyler 就答应了，然后后面还之前就是求婚之前还给他的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然后征求了一下同意，然后最后后来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们，挺激动的，现在想还是挺激动的。然后那一天就觉得真的非常完美，然后看到了就是特别美的景色，然后那个小哥也给我们拍了视频，就是把整个求婚的过程记录下来了，然后觉得真的特别美好的一天。反正第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情感非常非常细腻的人，就是这一点是很厉害的一个点。我觉得就对于男孩子来说，因为很少有男生就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会去在意你的情感的一些特别细节的东西，但是他可以很敏锐的去察觉这些，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就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他人性基础里面就是带的。所以他对很多人，就是大部分他认识的人都是非常体贴的，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关系里面我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点，是他这个人很大的一个优点。然后当然不同于我吧，他就是那种做事情很有条理，他的对于自己的规划是非常清晰的，他对自己的认知也是很清晰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其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他会就是平衡
周身的处境啊，各种自己去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判断都是出于比较体贴的想法去做的，所以这一点上面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得，非常难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Skyler 情绪特别稳定，他是我就是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见过情绪最稳定的人，而且他也很能包容和理解我，并且就是我一般说些什么，然后他都能立马 get 到我的点，就我们俩之间的沟通的成本、交流成本非常低，甚至有时候就是不用说话，就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有时候就开玩笑说他是肚里的蛔虫嘛，然后虽然有点恶心这个比喻，但是确实是这样。包括比如说我今天不说什么，他都能猜到我今天可能想吃什么，或者我今天心情怎么样。这个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很久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而是我们发现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有这种默契。而且就是 Skyler 他是一个特别有创造力、手很巧的人，就是他会做一些花啊，然后做一些他自己的手工，当然可能跟他的专业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是手特别笨的人，就虽然我是做设计，但是我用电脑软件啊那些都行，但是你要我做手工，我是特别惨，我就做不了，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差。但 Skyler 跟我正好相反，他这方面能力特别强，包括他以前就是做戏剧舞台设计做的那些道具啊，那些舞台上面的那些陈列，我当时真是特别佩服。就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能让我特别佩服，有一个特别佩服的能力的一个人，而且同时他又是情绪又稳定，当然人也长得很漂亮，然后还是很吸引我 Skyler。有一些时候是属于对自我非常的迷茫，然后你对自己是没有肯定，甚至于有一些时候是我觉得自己的缺点，可能在他看来，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是可以接受的，他不觉得是一个完全的缺点，他觉得也是因为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是完全接受的。就是在那种时刻，就一下子让我举个例子，我有一点没有办法就是说出来，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然后让你觉得他是完全接受你作为一整个完整的人，就是不把它当做一个缺点去看，只是把它当做你的一部分去看，所以那种时候就是让你觉得那这个就是了就是这种感觉。对，可能是从疫情那段时间之后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谈了1年之后2年了快，然后我们18年认识的，20年开始疫情了，当时还是比较焦虑的，因为我刚刚来瑞典开始工作， Skyler 还是在英国刚刚完成他的学业，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商量好要在英国还是在瑞典。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结婚，他可能申请签证来瑞典也会比较麻烦，然后我在瑞典工作还没有刚刚 settle down 下来，然后也没有想好要回去英国找工作还是继续在瑞典待。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疫情又来了，然后 Skyler 又被困在国内，然后我在瑞典这边一个人，然后当时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沟通，然后以后未来要怎么样也没有想好，但是两个人特别默契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稳定很好，然后对方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那一个人，至少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然后没想到疫情持续那么久，1-2年，然后我们异国恋了很久，有时差呀，有各种情况。在 Skyler 回来之后，我当时印象还挺深的，我是去了英国，然后在英国等着他，陪他一起去，他后来又申请了一所英国的学校，去帮他就是搬家呀、办理入学啊那些。当时我想的是，隔那么久会不会两个人就是见面会很尴尬，因为都是在网上我们两个人聊天，虽然煲电话之后煲的时间很久，一天可能好几个小时，但是
也有2年时间了，再见到还是会面对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没想到就是见面之后呢，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而且当时就是 Skyler 当时还是有那个疫情嘛 ，Skyler 戴了2层厚厚的面罩，还戴了个那种防护眼镜，然后过来。我是什么都没，我一直在欧洲嘛，我是什么都没戴，我没口罩。我当时见到，哎，我说嘿 Skyler。然后他带着那些全副武装，我一下就认出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拥抱了一下，然后感觉一点都没有生疏的感觉，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当时我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们2个人就很默契的，然后一起去帮助他后来弄学校这些，也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感觉，跟以前疫情之前我们2个人异地之前还是一模一样。所以当时我就挺感动的，我想。哇，没想到就是隔了这么久，我们2个人还是跟原来一样。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很可能以后也是会这样吧。没想到现在其实还真是这样，我们谈了也5、6年了。然后，现在跟 Skyler 说话聊天，也还是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很有默契。然后2个人的状态也都很好。这个现在就是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你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后每天去生活，就是有点怕想象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你生活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因为现在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生活里面的必需品。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当然你可以非常正常去运转，你还是每天可能工作、学习、生活，你出去买菜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就是这样折回来去想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参与到这些部分里面，就是他感觉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觉得会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是一个很美好的时期，就觉得每刻都很值得被珍惜，所以不敢想，不敢想。你们问的问题都还挺好的，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在目前当下的生活，在瑞典，应该算是我的全部吧 ，Skyler。对，可以没有工作，然后可以没有房子，然后就是这些其实都可以没有，包括游戏，在我生命中也其实很重要，都可以没有，但是 Skyler 是不能没有。对，因为 Skyler 确实，就是这一路走来，包括我现在的工作，然后。就是还是对，有很多他的帮助，是不能没有他。张老师以后多跟我出门吧，就是不要一出门就问要去哪里，就是也可以漫无目的多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出门这件事情可能。因为经过疫情吧，就给他压力会有点大，他就觉得我出门要有一个什么事儿，他可能在家也待习惯了。但是呢，就是在一个我觉得瑞典，特别是夏季啊、秋季这种很舒适的季节，多出门还是蛮好的，就多跟我出去走走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去哪里，跟我出门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洗碗洗得非常好，请继续加油。对，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吐槽的，哇，那多了去了 ，Skyler， 哇塞 ，Skyler， 这个到时候会放给所有人看的是吧？那还是说，我想想说点不要太严重的。你可以跟说我们后期。后期可以。对。可以给我打码吗？Skyler， 首先，Skyler 每天我都跟你说，就是东西能不能用完之后放好，就是因为我是有点那个轻度的
稍微有点整理癖、洁癖的人。Skyler 就是可能做这种创意工作的，不是说你，还是请你把那些东西弄完之后放回原处，不然的话每次都是我在放，你不知道，因为每次都是我在收拾。然后呢，还有就是 Skyler 性子有时候确实很慢，然后经常迟到，这个必须得说。咱们俩每次约的时间10次里面8、9次你都能迟到，然后还是得有点时间观念。虽然就是目前可能我们生活没什么影响，但是以后工作啊什么的，但我相信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人，这些肯定能处理好，但是时间观念还是可能得强一点。然后第3个，我还是说点无关痛痒的比较好一点，还是性子比较慢嘛 ，Skyler。当然这也是你的优点，你性子慢，所以你的情绪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太慢了，就比如我们之前赶飞机什么的。就是我感觉都火烧眉毛了，但是你还是能够沉得住气，我其实也挺佩服你的。这个也是我们俩能够在一起，我觉得确实互相能够互补。别的 Skyler 很完美 ，Skyler 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对。我觉得谢谢安老师一直以来的努力，真的挺辛苦的。然后2个人一块的生活里面，因为有你的付出，当然我也有付出，但是你比较累啊，有你的付出，就是生活真的非常的美好。然后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多多努力啊，追赶您的步伐，然后对。就是在未来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多一些分担，然后2个人一起成长。Skyler，这么久一路你陪我走过来吧，有找工作，然后之前有你生病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们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也有过迷茫，不知道在哪里。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这一路上面其实都有你陪伴我。我开心的时候有你，然后我难过和困难的时候也都有你在我的身边。首先真是特别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有情绪这么稳定，感谢你爸爸妈妈把你生得这么好，然后也特别的感谢上帝能够让我找到你。真的没有想到，就是生活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懂我，然后这么了解我，和我这么有默契。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没想到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预兆，真的是没想到。我想跟你说的呢，我知道现在可能对你来说，在事业上面或者在工作学习上面。你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你还没有确定好自己以后想要工作的方向。我知道其实你不会跟我说这些，因为你每天都很乐观很积极向上，但是你肯定会有难过有压力的时候。我想告诉你，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支持你，就像你支持我一样。就像我曾经的那些困难，我们都一起度过了。这次我也会陪你一起，然后帮助你找到你以后想做的事情和你以后人生的方向。当然也希望未来我们还是能够像现在一样，每天开开心心打打游戏，然后吃你做的好吃的，我就负责洗碗。这样的生活能够一直不变，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只要有你在那儿，我觉得我的生活都会很好。还有 Skyler 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岳父岳母，然后我其实也特别想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我和 Skyler 一路来的支持。毕竟我们就像之前的生活也并没有安顿好，然后也都是你们的帮助，当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的帮助，然后我们才能够目前在瑞典组建起一个自己的小家庭，然后有目前这样一个稳定的生活。
这些肯定都是离不开你们对我们各方面的支持。然后最要感谢的还是你们能够有 Skyler 生出 Skyler 这样好的一个女儿，然后能够遇到她，特别感动。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感谢你们，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和 Skyler 我们2个人会好好生活，然后尽可能的对她好，在婚姻生活中也是互相支持、互相扶持，就像你们一样，你们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对非常好的模范。希望能够像你们一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吧。然后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船到桥头自然直。谢谢爸爸妈妈。